大家好，今天第一次讲不单不简单这个题目。为什么说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是一个不丹迷。这个因缘是10年前我第一次遇见了我的上司。我的上司是不丹一位很了不起的上司，但是很遗憾他前年圆寂了。然后去年3月份的时候举行这个突毗，就是火化的法会的时候，国王都有来参加。所以呢，他在不丹是一位很重要的上师，也很受尊敬的一位上师。那么在过去这10多20年来，上师到全世界的一些国家去弘法。那我这10年来呢，就帮着上师做一些事情，主要是台湾大陆这边的事情。每一年呢，都会安排一些弟子到不丹去。然后呢，每一年呢，我也会不单会有人到台湾到大陆来举办的一些活动呢，差不多我都帮忙着在联系。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对不丹就有一定的了解认识。那我就想说，利用这样子的因缘呢，他的了解呢，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不丹的情况。然后呢，我去了不丹去过4次，其中有2次到不丹的东部。不丹东部比较少人去，是因为它一个山区的国家嘛，它距离不远，但是要西部到东部要攀过7座大山，只有300多公里，中间还得过1夜，然后呢要开整整2天的车子，所以一般的游客就比较少到不丹的那个东部去。那为什么我们叫做不丹不简单呢？这个原因是说大家一起来了解不丹，大家一起来来了解它的山水啦、风景啦、文化啦，甚至于希望有一天能够一起到不丹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不丹最不简单的地方是它对环境保护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非常的伟大。它不单是在很多年以前就在联合国一直呼吁要大家所有的国家要承诺达到碳平衡，但是不丹是个很小的国家，也一开始也没有人在听，但是他们自己做得非常的好。他们不止碳平衡，他们甚至于是负成长。他们的宪法规定，他们的国家必须森林覆盖率达到60%以上。那事实上他们做到了70%。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真的很努力做。比如说他们的国王的小王子满周岁的要庆祝生日的时候，国王呼吁大家来种108000棵的树。可他们是这么做的。不丹又被称为是最后的香格里拉，然后它是最幸福的国家，它创造了幸福指数，它没有工业，它全国的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它对老百姓的照顾也照顾得非常的好。比如说现在正在传染的这个冠状病毒，那他们也把边境都封锁了，禁止任何的外国人进到不丹去。但是他们政府号召全不丹人回到不丹去，因为不丹是比较安全的。那么不丹只要老百姓要回到不丹去，所有的机票全部国家买单，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在照顾的他们的老百姓。大部分的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在前的是一些北欧的国家，北欧的国家。那么这些北欧的国家，他们的收入特别高，他们的物质特别好，他们幸福指数特别的排前。那不丹很有趣，它这个经济是很落后的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大概只有台湾的1/10，但是他们幸福指数却非常高。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来聊一聊不丹的幸福指数。
啊。然后关于不丹的一些传统的很独特的文化啊，他们也是非常的努力，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了不起。比如说他们传统的建筑、他们的手工艺品、他们的木雕、他们的纺织等等，还有他们传统的服装，男生穿的叫国，女生叫 Kira， 他们非常的自豪穿他们的传统服装，他们平常上班工作，在家里他们就穿他们的传统服装。然后当然还有世界非常有名的唐卡艺术，不丹的唐卡艺术非常的有名。然后不丹是一个佛教的国家，然后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又称密宗。有人说密宗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密宗没有秘密啊，密宗不是秘密的意思。我想以后呢有机会就每次短短的时间来介绍一点不丹，什么叫密宗。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嘛，那对佛法啦、法会啦、法器啦、灵啦、杵啦、鼓啦等等，我想以后我们陆陆续续的来介绍。那我就想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下一次我想谈一谈不丹的地理，它的地理位置。然后呢，在后面可能会来聊一聊有哪一些国家、城市，它飞到不丹去，它可以进入不丹，好吗？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后面陆陆续续的，我们再来，每一次就是短短的时间来聊，一个主题，有关不丹的主题，好吗？谢谢大家，拜拜。